美国西方开始付费挨骂，G7为全球粮食危机拨款，却把自己拨成了罪魁祸首。看得出来，开会开得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比如这次美国和西方的G7峰会结束以后，外媒就坦言，拜登一行人实际上一件事也没干成。现在岂止是一件事也没干成啊，倒不如说G7现在还把自己造成粮食危机罪魁祸首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记得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和乌克兰港口粮食被封锁的原因，西方也是喜闻乐见的没饭吃了。为此，这群人为了凸显出俄罗斯的邪恶，他们就说是俄罗斯造成的全球粮食危机。但是很明显，如今乌克兰港口的粮食完全是因为乌克兰自己布下的水雷阻碍了粮食出口，而俄罗斯这边也是西方制裁的原因，导致了俄罗斯不卖西方粮食。所以怎么看，这都是西方自作自受。这次同样，西方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在G7峰会上，G7国家也是一致同意拨款50亿美元来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其中还有一名官员自豪地表示，美国将出一半以上。或许拜登一行人乍一看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都为全球粮食危机做贡献了，这次还被骂就说不过去了。但是呢，拜登一行人不出所料的还是被骂了。前面说什么来着？拜登和西方国家自己要夸大事实，说俄罗斯造成了全球粮食危机，怎么现在到他们就抠抠缩缩的呢？记得美国不是给乌克兰400亿，眼睛都不眨吗？怎么全球粮食危机一个G7才凑50亿美元呢？莫名其妙被骂的G7终于搞懂了，原来是给少了。随后G7又高调的表示要额外拨款45亿美元来解决全球粮食危机。那么这下总没话说了吧？只是很不幸，拜登一行人又被骂了。这次还是有人站出来骂，国际救援组织乐社会不平等政策负责人马克思劳森就痛批G7假惺惺。45亿能干嘛？现在挨饿的是数百万人，G7是在让地球遭殃。G7明明可以做更多来解决粮食危机，但是却没有这样做。其实也不怪马克思劳森这么恨铁不成钢，因为看一下G7表示的5年内筹资6000亿美元搞基建和援助乌克兰的280亿欧元，你就会发现拜登这群人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就会莫名有钱。饿起来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叫得狠，真正到了他们为粮食危机做贡献的时候，又突然囊中羞涩，道貌岸然地说，估计就是这群人了。俄罗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当初这群人怎么对俄罗斯的，俄罗斯现在就要还回去。近日看着拜登这群人的囧样，俄罗斯也是表示准备通过新罗西斯克港出口数千万吨的粮食。此前普京就表示，俄罗斯今年预计向国际市场出口5000万吨的粮食，所以俄罗斯现在是重申一下，别老惦记乌克兰那破港口了，俄罗斯也不差。但是呢，俄罗斯的粮食也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尤其是不会轻易给美国和西方。为此，俄罗斯也为难地表示，俄罗斯愿意出口是一回事，但是还是要看西方愿不愿意解除制裁了。因此压力一下子就来到了G7这边。G7这个时候在干嘛呢？G7这个时候表示要给俄罗斯的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不得不说，这简直就是撞枪口上了。那么西方继续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自然也没兴趣对西方出口粮食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港口被乌克兰的水雷封锁，俄罗斯的粮食又被西方封锁，G7还不愿掏钱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所以这怎么看，造成全球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都是西方和美国吧。